你好，你是？我是户主啊，你找谁？啥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出国进修半年，上周刚回来，物业通知我有人在我房子居住半年，还重新装修了。不可能，你搞错了吧？这是我家，我爸妈专门给我买的婚房。那你让你爸妈拿出房本，我们核对一下。儿子，14楼的房子钥匙放物业了，自己去拿哈。一周14楼那个1402，记住了啊。1402，我住了半年，装修花了80万，全是别人家的房子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所以先生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？主人，您的心率异常偏高，建议深呼吸。我真求你了呀，祖宗，别说话了。那个，女士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确认。干嘛呀，一周？今天怎么突然想起给妈打电话了？妈，你们给我买的那套房门牌号是几零几？14楼啊，我之前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问你具体几号，完整门牌号。老陈，咱们买的房子是几号来着？1402啊，怎么了？妈，物业当初交给我的钥匙是1401的。那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是我砸了80万全套装修，全都装在了别人家的房子上。你这个傻蛋，拿钥匙不会看门牌号吗？你们提前没跟我说清楚，物业直接把钥匙塞给我，我怎么知道拿错了？哎呀呀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老陈，当初不是你去物业办手续的吗？我当时就只说了一句要14楼的房子，物业大姐一口说知道了，我也没多问。80万装修，全送给了一个陌生人，老天，你别整我了。儿子，要不咱们把装修拆了，直接搬走？地板是全屋通铺粘死的，墙体全部拆改重建，地暖埋在地底下，你告诉我怎么拆？那你先去隔壁1402看看情况。女士，确实是我们这边搞错了，全部责任在我。我的钞票，我的马内啊！所以，你什么时候搬走？我能不能宽限我2天时间？3天。等一下，要不你把这套房子卖给我吧？不卖。全是我的心血，全是我的钱啊！合着我纯大员工，花钱给别人装修，血亏麻了。主人，检测到您情绪低落，即将为您播放舒缓音乐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滚啊！连你们也整我！第2天一早，我去看了1402，我的亲生房子。一边是地暖、柔和灯光、满屋木香的家，一边是光秃秃的水泥废土。这种感觉就像游戏氪2万升级装备，结果充错陌生账号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老林怎么了？一大早打电话。刘洋，我装修错房子了。啥？我花了80万装修了别人的房子。你到底笑够没有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认真的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。上次我们一群人去你家打火锅，那全屋智能定制酒柜，那房子居然不是你的，是别人家。我了个豆啊！那真正房主呢？还有我借你的那10万。刘洋，你现在跟我提钱，我直接翻你家窗户进去找你。不，我不是催你还钱，我是说要是要打官司，那10万你不用急着还。我咋这么悲催啊？我得去找物业讨说法。你好，我是14楼1402的业主。哦，小伙子，你那房子住着舒服吧？上次我还跟同事夸你装修特别有品位。大姐，你半年前给我的是1401的钥匙。我爸当初跟你说要1402，你给我1401要钥匙。我花80万全套装修，装的全是隔壁户。不会吧？我记得当时14楼就1把钥匙，1402那把是后来才送来的。小伙子，这事我得马上跟领导汇报。麻烦快点。陈先生是吧？久等，我是物业李经理。李经理，事情你应该清楚，你们发错钥匙，导致我80万砸进别人房子，物业必须负责。陈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咱们好好捋捋。当时1401夜渡出国，钥匙寄存物业，您父亲只说了14楼，我同事一时疏忽。你是打算在这跟我掰扯，还是等法院传票当面捋？李先生消消气，我立刻联系负责法务，
咱们坐下来协商。房主只给我3天搬家期限，3天之内你们必须给我完整解决方案，不然法庭见。李经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真的晕死了，这经理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这里每一处设计都是我亲手敲定的，就跟我亲生孩子一样。现在有种孩子是别人的感觉，心痛。男子误装邻居房屋，最终仅获赔3万8。80万只赔3万8，来搞笑的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冷静。我去，他还挺反差的，居然穿这么萌的睡衣。我住哪儿？啊？房子被你占用半年，我回过国没有住处，酒店连住3天最少1500，这笔开销你承担。行，我出。这个书柜实木定制，花了2万3。他刚刚是不是差点笑了？3天后我过来收房。3天时间，既要跟物业谈赔偿、打包搬家，之后还要重新花钱装修隔壁毛坯房，又是几10万开销，我快扛不住了。生活能不能对我好点啊？一周，你别责怪你妈，她记性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爸，我没怪妈。那你也别怨我，我那天去物业只说了一句14楼。我也没怪你了，老爸。那你到底怪谁？怪我自己啊！住了整整半年，从来没想过核对房产证，连最基础的门牌号都没确认，天真以为钥匙能打开的门就是我的家，蠢啊！爸，80万的事我自己处理，不用你们出钱帮衬。真不用家里搭把手？不用。我咋这么背啊？服了！你装修错房子了，80万，真的假的？我明明千叮咛万嘱咐老刘保密的呀，怎么转头消息就满天飞？震惊！我组大佬花80万给别人装修房子，离大谱！干啥呀？你们要？眼下2件急事，物业赔偿，房主申万宁，别的先放一边。陈先生，跟公司汇报完了，我们高度重视这件事儿，愿意配合您协商解决。怎么解决？赔偿多少？2万。2万？我全屋装修砸了80万，你拿2万打发要饭的？陈先生，您先别急，这只是初步方案。从法律层面，物业只是发错钥匙，装修是您自行操作，事前没有核认房屋信息。照你这话，全部责任在我。不用谈了，直接法院见。物业这边短期内指望不上，虽然也根本没想指望上，只剩下沈婉玲了。家具家电能搬走，地板、吊顶、嵌入式卫浴全拆不走，只能留给他，好心疼。陈先生，有件事和你谈。我咨询过律师，这种情况属于法律上的善意复合，硬装和房屋无法琛分，不动产所有权人需要补偿装修增值部分，但装修报价存在水分。专业评估，这套装修实际增值大概40至50万。40-50万，比我预想高，但依旧亏30多万。我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现金。我有个提议，你暂时不用搬走。啊？3居室，你住一间，我住一间，用你的装修抵凑房租，按月折算，抵完欠款为止。这套精装3居室月租8000，按45万装修足值计算，你可以免费住4年半左右。如果你不同意，咱们走诉讼，评估费、律师费、审理周期都要耗很久，就算分期补偿也要好几年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我们2个合租？纯合租，水电费 AA， 互不干涉私人生活。第3间卧室怎么安排？控制做书房或者储物间，厨房使用，错中使用或者轮流做饭。卫生间，主卧独卫加公共卫生间。主卧卫生间归我，公共卫生间你用。凭什么主卧归你？那间主卧我花12万全套装修，带步入式衣帽间和嵌入式智能浴缸。这套房子产权是我的，道理没错，可心里堵得慌。想亲手搭好的窝，最后只能当租客，最好的房间还归房东。行，我同意合租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我的次卧私人空间，你不能随意进入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朋友上门聚餐，你不能干涉，只要不打扰我休息，随意。第三，能不能每周让我用1次主卧浴缸？不行。2周1次？不行。1个月1次总可以吧？陈先生，你自己听听这个要求合理吗？浴缸彻底没我的份儿了。
我的浴缸啊，好舍不得你。当初装这间次卧，本来打算留给以后女朋友，没想到第一个住进来是我自己。我相亲连续拒绝3次，标准单身狗，这条对我完全没用。就是林一舟花80万装错别人房子那个，听的说房主还是个大美女，那她岂不是血赚？小张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一舟，你那事儿我全听说了。王哥，别难过，钱都是身外之物，你这不还捡了个美女室友，妥妥因祸得福啊！王哥，你到底站哪边？已经把全部情况发给律师赵哥，想要胜诉，需要装修合同、付款流水、物业半年前交钥匙监控录像，证据缺一不可。冰箱左侧那盒酸奶是你的，过期了。我下班回去扔。已经丢掉了。谢谢。这人冷得跟他名字沈婉宁一样，念什么一点神气味没有。一舟，你发的材料我看完了，案子不算复杂，但赔偿要按过错划分。物业发错钥匙是实锤过错，承担4到6成责任。你事前没核验房产证，自身承担2到3成。剩下损失找谁？属于不当得利，本该起诉沈婉宁补偿，但你们现在签了合租抵扣房租协议，属于私下和解方案。这个划算吗？方案合法合理，可以先发律师函向物业追讨一部分损失。麻烦你了，赵哥，尽快处理。一边起诉物业追回部分钱款，一边暂时维持合租，不算大亏，但也绝对谈不划算。多做了一份，想吃自己盛。你特意给我做饭？只是做多了，别多想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沈婉宁？建筑设计。难怪当初看我装修眼神跟工程验收一样，专业对口。你呢？互联网后端开发，写代码的。哦。当初挑了整整3天的水擦，现在天天是他在用，很神奇的感觉。快说说，第一天和美女房东合租体验怎么样？是合租室友，不是房东。独居5年直男，凭空多女室友，你还一脸不情愿？我的主卧、浴缸、18000咖啡机全归他，我只能挤次卧，每天闻着我花钱买的咖啡香。哈哈哈，总结到位。80万给自己置办女室友，她住顶配主卧，你只能干看着浴缸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特意抽空过来看看你的新房子，顺便瞧瞧你那合租的姑娘。妈，我跟你说过，只是合租而已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来看看沈晚婚姑娘长什么样，有没有对象。完了，我早就料到会这样。我妈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处境，一直惦记我的房东。妈，我求你，进去千万别乱搭话，别乱问。妈什么时候乱说话了？你每时每刻都在乱说话。哎呀，这就是沈婉宁吧？长得真标致。阿姨好，别叫阿姨，叫你阿姨刚刚，别闹。闺女，你老家哪里的？杭城。杭城好地方，专出美女。今年多大啦？27。27正好，我们家一周28，年纪般配。妈，那你现在有对象吗？没有。闺女，这真的是天大的缘分。我们家一周就是有点傻，但他人踏实靠谱，工作稳定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性格老实。妈，别说了行不行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阿姨，我和林先生只是合租关系，他之前垫付的装修款会以每房租的形式慢慢抵扣，您不用操心钱的事。我哪里是担心钱？妈，咱们先下楼，我送你出去。闺女，车厘子多吃点儿，厨房还有我炖3小时的排骨汤，让一周记得给你热。一波，这姑娘真不错，看着冷淡但有貌，家教好，长相也出众。妈，我们只是合租，互不相干，各过各的。我懂。机会摆在眼前，你主动一点。妈，下次过来一定提前跟我说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排骨汤千万记得热，炖了3个小时呢。等下回去该怎么面对沈婉宁？道歉解释我妈热心过头，
还是假装无事发生？你妈挺有意思的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妈她这人……没事儿，排骨刚在厨房，你自己热。干嘛？排骨汤要不要喝一碗？谢了。合租第11天，一切平静，直到这场暴雨，所有事开始失控。喂，下雨了。我知道。小区门口储物柜有一把黑色雨伞，你回来可以用。那把伞是你的吧？伞在小区，我人在公司，根本救不了急。不是跟你说了储物柜有伞？伞在小区，我在公司，根本用不上。哦，别感冒。谢。不用每次都说谢谢，以后多看天气预报。他看着冷冰，却总在细微处照顾人，和我妈热烈直白的关心完全不一样。沈婉宁的温柔藏得很深，可一旦发现，心里莫名暖和。醒醒，林一舟，别胡思乱想。我们只是装修乌龙被炮合租，这不是偶像剧，纯粹一场倒霉事故。你是沈婉宁的？我是她室友。室友？沈婉宁一直独自住这里，什么时候多了室友？你是谁？我叫许元之，我是沈婉宁的朋友。她加班不在家。那我能进屋等她吗？随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一舟。你在这里住了多久？半年多。半年。沈婉熙出国前这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上周才回国。你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兄弟，我跟你说清楚，我因为装修错的意外暂住这里，我们签了正规合租协议，详细情况你问沈婉宁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。那我就在这里等她。这男的谁啊？不会是沈婉宁的上司吧？我可别得坏了。给你送花，知道你刚回国住回来，特地过来看看。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室友？那个男人是谁？只是装修纠纷，跟你没关系。跟我没关系？沈婉宁，你一个单身女生跟陌生男人合租，合适吗？许言之，我们半年前就分手了，你没有资格干涉我的生活。分手？刚才捧着鲜花一脸深情的男人，居然是她前男友。念，之前是我不对。你出国这半年，我冷静反思了很久。你想清楚是你的事，我没什么想法，花你拿回去。你迟早会后悔，跟一个装错房子的蠢货住在一起，你的品味都会被拉低。道理我都懂，装修错房子确实离谱，但当人面这么羞辱我，有必要吗，大哥？你还好吗？嗯。刚刚那个人，前任，半年前分的手。哦，他以后不会经常过来找麻烦吧？你很在意？我不在意他来不来，我怕他下次再来又当众骂我蠢货，挺伤人自尊的。他不会再来了。那这束花怎么办？你想要就拿走，不要我直接扔掉。我留下吧，摆客厅好看，别浪费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的咖喱热好了吗？热好了。给我留一份。你也要吃？冰箱里的咖喱本来就是我的。感觉经过这场闹剧，我们之间的隔阂好像薄了一些，希望是我的自作多情。儿子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和沈婉熙相处还好吧？妈，好，妈不多问你们俩的私事。对了，你爸刚接到物业那边的回复，你抽空主动打电话问问。物业那边什么反馈？他们愿意重新协商赔偿方案了。我的小钱钱啊，终于要回到你们老爸的口袋里了。陈先生，针对您房屋装修失误一事，我们内部完整复判核查，前台工作人员已经做内部处分。员工处理结果我们不关心，今天只谈赔偿方案。我们拿出十足诚意，综合评估后，物业赔付12万元。从最初2万涨到12万，
看着让步，距离合理赔偿还差一大截啊！我的80万啊！徐总，我方诉求是物业承担50%过错责任，装修评估增值45万，对应赔付22万5，还放未计算当事人误工、精神损耗。赵律师，50%责任标准过高，前台只疏忽发错钥匙，陈先生装修前未核验房产证，自身存在重大疏漏。先听一段录音。14楼是吧？钥匙在这儿，1401。贵前台工作人员应确明告知房号1401，我方当事人完全基于物业官方指引动装修，不属于未核实疏忽，是贵司直接给出错误房号指令。这赔付金额我无法当场拍板，需要上报董事会商议，给我们1周时间答复。可以，1周内拿不出合理赔偿方案，我方直接提交法院起诉。这段录音是本次谈判核心证据，物业推不掉责任，最终谈下来18到20万区间，问题不大。赵哥，你是怎么拿到半年前的监控录音的？你之前让我调取监控，录像存档刚好半年没被系统覆盖。牛啊！不过你心里要有数，80万总支出，物业最多赔20万。沈婉一这边45万房租抵扣，中间还差15万差价，需要你自行承担。15万不是小数目，但对比当初全额亏损80万的局面，已经好太多了。知足知足。行，能追回多少算多少。当初为这套房子设计图改了3版呢，结果房子产权不属于我。不过这段合作日子其实挺舒服的，突然多了个关心的人。物业谈判有进展，预计赔22左右。行，我们之前的合租抵扣一写一遍。不变，40万装修存值照降抵扣房租。晚上想吃什么？你定就好。酸辣鱼。可以。不得不承认，就算房子不是我的，但在这里生活还是很舒心的嘛。林一周，你之前提的主卧浴缸，每月最后一个周末你可以用1次，用完自行清洗干净。谢谢。之前跟你说过，不用总把谢谢挂嘴边。那好。我去，我脸咋这么红啊？应该是酸菜鱼太辣熏红的。对。不过是一个按摩浴缸，我怎么会这么开心？那可是我自己花2万6定制的呀，不知道在乐啥。合租第23天，我们摸索出一套无声默契，日子安稳舒服，舒服到我差点忘了，我们只是因装修乌龙绑定的合租关系。有客人，这次方案比例可以再调整，你看第3稿这里，整筑墙位置需要重新修改。回来啦，这是我同事齐健，我们赶项目方案。你好，沈婉宁经常提起你，装修的事儿挺有意思。林一周，他室友，确实这件事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大概还有1小时，你先自己解决晚饭。行。咋回事啊？看见他和别的男人挨在一起讨论图纸，心里莫名堵得慌，奇了怪了，真的是。晚饭吃过了？吃过了。吃的什么？面条。你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躲在厨房单独吃饭？你在忙工作，我不想打扰你们。咋了吗？这是？坐下喝汤。我刚吃完面，不饿。林一欧，我让你坐。有情绪直接说，别闷在厨房摆脸色，跟受气包一样。我没有闹脾气。你进门看见齐健之后，脸色就一直很差。我只是不习惯家里突然多出外人。这是我的房子。我知道。那你他到底在憋屈什么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齐健只是共事3年的同事，仅此而已。我这是干啥呀？他为什么特意跟我解释？我又为什么听完这句话，心口那股闷气瞬间消散？林一周啊，拎清楚，
我们的关系只是一份合租合同，4年半逾期一到，我们再无交集。今晚他吃的清汤挂面，汤一点不辣，耳尖泛红绝对不是辣的，别多想了。合租第38天，物业赔偿可终于敲定了，急死我了都。定下来了，物业一次性赔付19万8，下周过来签和解协议。19万8，差2万到20万，已经是谈判极限，对方法务咬定不肯再加，签不签？签。物业赔付近20万，沈婉宁这边4年半免房租，折合45万，合计挽回65万。当初总投入80万，最终只亏15万。说多不多，但实打实心疼。对比80钱打水汤的最坏结果，这个方案我认了。庆祝？物业赔了19万8，虽然还是亏，但总算落定了。恭喜。沈婉宁，我想过，当初你完全没必要提出房租抵扣的方案。按法律，你最多只需要补偿装修增值，还要拉扯诉讼1、2年，最后赔付2、3上就能了结。你这么做，等于自己吃亏。然后呢？所以我才说，你选择让我赞助抵扣，对你不划算。谈不上吃亏，我出国半年空置房屋，你住进来刚好减轻月供压力，而且你的装修审美过关，换别的租客，我未必放心。所以当初留我住下，不是因为你一次性拿不出补偿款。我回国推开家门那一刻，愣了很久。什么意思？出国前这里是毛坯，回来一开门，整体布局、灯光、材质全是我偏爱的风格，暖色基调，无主灯，原木元素，开派式厨房。你装修的思路怎么和我自己预想的设计一模一样？当初只是单纯按自己喜好装修，没想到两人审美莫名重合，也太巧了吧！哎呀，别多想了，纯属巧合，纯属巧合。确实很巧。林一舟，主卧浴缸不用等到月底，你之后想用随时都可以。浴缸随时能用，等于他最私人的生活区域，主动对我敞开了一道口子。等等，我怎么脸烫烫的呀？我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80万砸进去，扣物业赔偿，扣抵扣房租，实打实亏10万，我的心好痛。心里还在算算账，平白无故花钱，换谁都肉疼吧。如果当初走诉讼，我只需要赔付装修评估40万，你亏40万，现在至少少亏25万。你当初主动提合租抵扣，是早就算清这笔账了。我回国空置半年，每月房贷1万2，4年半索下来刚好抵45万装修实值，两不相欠。但我牺牲了独居的私人空间。前几天许言之来说的那些男童话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他从来不懂尊重人，当初分手就是因为他控制欲太强。我出国经骚，他偷偷翻我设计，干涉我的工作社交。以后再来，不用你出面，我懒懒着。这套房子现在不吃你的，也是我暂时的家，没人能上门随意羞辱我们。我去，我找沈婉宁，你滚开！这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拦我。我说过，他不想见你，你再硬闯，我直接报警。你凭什么拦我？婉宁一时心软收留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男主人了。许言之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请你立刻离开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这条项链是你去年生日想要的，我特意托国外朋友带回来，我们重新和好行不行？这个外人搬走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住在这里。这里现在有合法合租协议，我拥有居住权，不存在搬走一说。而且这套房子的装修是我全额出资，你住惯了我的设计，未必愿意回到毛坯房。一套装修而已，我重新给你买更大的房子，比这里豪华10倍。我不需要，我喜欢这里的布局，也不需要你的礼物，拿走。喝酒了就早点回去，再闹事我直接拨带物业安保和110。有没有疼？刚才不该跟他硬碰硬。谢谢你，每次他来都是你挡在前面。不用谢，住在一起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换作是我被人纠缠，你也会护着我。
周末有空吗？齐健手里有多余的装修参考文件，我们一起过去拿，顺便去隔壁1402看看毛坯，规划一下以后要不要简单简装。可以，正好我也想看看我的原生房子到底什么样子。感觉它真的蛮可爱的。徐燕今晚又上门闹事，我拦下了。沈婉玲站我旁边，莫名有点心动。好家伙，进展这么快！之前还说只是合租，现在护着彼此了。男二标准反派剧肯，专门用来凑男主，抓住机会啊！周末单独约会，好好表现。当初巴士装错房，只觉得是天大的霉运，现在好像慢慢变成唯一的幸运了。命运，你果然待我不薄啊！嘿嘿。很难想象你把隔壁装成满分样板口，自己的房子居然是这副模样。当初物业发错钥匙这事儿简直离谱啊！当初拿到1401钥匙，满脑子规划游戏区、浴缸、定制酒柜，压根没核对房号。现在看着这毛坯，反倒一点装修的念头都提不起来了。如果以后打算简装，我可以免费给你出一套基础平面方案，不用额外找设计师，能省下一笔费用。真的？那太麻烦你了。举手之劳，算是弥补你80万周的损失。你们先聊户型，我去楼道打个电话。两户户型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1401采光稍有一点点，难怪我当初一眼就相中这个格局。我们审美也太高度中和了，说只是巧合都有点牵强。上次徐远送来的那条项链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明天找快递寄回给他。我不会收下前任贵重物品，不想他留下复合的幻想。这份文件你们妥善收好，后续如果许言真知继续纠缠，或是物业出现遗留纠纷，都能当做有效证据。对了，下周5公司团建，要求携带家属，你要不要和陈先生一同过去？看看他有没有时间。行，你们慢慢商量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团检要是你觉得不方便，不用勉强带上我，我在家待着也没事儿。旗舰团队都是熟人，带上你一起，也能杜绝许言之再来打听我的行踪。那我陪你去，需要提前准备什么东西吗？不用特意准备，穿日常休闲衣就行。对了，为了谢谢你上次拦住许言之，中午我请你吃火锅，就去你之前和老刘胖聚餐那家私房火锅店。完蛋，我感觉我真的爱上他了。你居然记得我爱吃多辣！上次你和朋友过来聚餐，你碗里放了满满3勺小米辣，我留意到。我妈妈上周也给我打视频，问合租男生人品怎么样，要不要找时间带回吃饭。阿姨也知道我的存在。上次和我妈视频，镜头无意间拍到客厅双人水杯，我如实说了装修乌龙和合租的整件事。我妈的好心比你妈妈还要重。天哪，这么快就要先见到家长了吗？我勒个豆！下周团建结束，如果有空，我带我爸妈过来一趟，和你简单见一面，免得两边长沾一直胡思乱想。不用刻意准备，只是普通上门拜访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儿子把握住机会，人家姑娘愿意带父母上门，摆明对你有好感。妈下周也过去，咱们两边家长碰面，直接把你们的事敲定。妈，你别冲动，只是简单拜访，不是专门相亲见面。一场装错房子的意外，反倒让我遇见最合拍的人，好像所有倒霉都了归宿。听说你今天以家属身份陪沈婉玲参加团建，许言之要是知道事儿，不得气疯。好好抓住机会，团建多照顾沈婉玲，直接不用再合租4年半，干脆正式在一起同居。只是应付公司同事，别乱起哄。许言之那边我会尽量避开。给你同事带的小点心。有心了。我知道你今天带外人过来，只是跟我赌气，对不对？跟我走，我们彻底和好。今天是公司团建，私人感情的事儿别打扰在场所有人，有矛盾改天私下沟通。这里没你的位置，轮不到你插手我和沈婉宁之间的事。徐燕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，不要再纠缠我。
这束花我不会收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然我连诉安保。嘿嘿，婉宁给我夹菜耶！每次许言之出现，所有平静都会被打乱，还好都有你。不用害怕，往后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最一开始答应合租，我只是出于补偿你的心思，相处越久越发现和你住在一起格外安心，比我独居的时候舒服太多。我也是，当初80万装错房子，我只觉得满是遗憾，直到遇见你，所有委屈都慢慢消散了。明天我带上你爸，拎拉尔肉参土见爸妈聊聊，看看两家什么时候摆正式见面饭。明天两家父母齐聚一室，怕是藏不住我对他的心意了。辛苦你跟我们家一周一起住，这房子装的也太好看了，眼光真不错。一周哈，平时工作压力大吗？会不会经常加班？两个孩子缘分真是奇妙，阴差阳错装错房子，能住在一块儿就是天大的福气。一周老实顾家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往后肯定好好照顾念念。我看一周这孩子稳重细心，念念性子偏冷淡，正好有人包容她。之前她跟前男友在一起，天天闹矛盾，难得现在回家有说有笑。我妈提前备好了一整套撮合说辞，路上我劝了一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出门前，我妈也一直在追问我们日常相处细节。今天两对家长凑了这件事儿。如果抛开装修抵扣的合租协议，你愿意和我认真相处试试吗？我不排斥，只是不想太过仓促。我们慢慢相处，不用被房子先款捆绑在一起。这次装修乌龙虽说亏了不少钱，但能让两个孩子相识，也算因祸得福。往后两个孩子互相照应，我们做长辈的也能放心。缘分天注定，以后两家多走动，有空常约着聚餐。要不下周我安排咱们两家单独聚餐，正式聊聊孩子后续相处。刚刚爸妈说的两家聚餐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？可以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陈先生，赔偿款转入您银行。款项足额到账，本次房屋纠纷彻底了结，双方无任何遗留追责问题。事情到此为止，我不再追究物业责任。晚上回来我做酸辣鱼庆庆祝。有人问我80万装错房子亏不亏？15万现金亏损真实存在，无数个焦虑失眠的夜晚也历历在目。但我在这里遇见审美、性格完全契合的沈婉宁，从陌生合租室友变成彼此依靠的恋人。这套阴差阳错装好的房子，从来不是失误，是我们命中注定相遇的起点。